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大学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大学时暗恋的校花。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依然是那张精致的脸，只是眼底多了几分世故，少了几分当年的清澈。这不是徐静吗？好久不见，若不是他眼中一闪而过的轻蔑，我差点就信了他温柔的表象。对了，徐静，门口那辆自行车是你的吧？能麻烦你挪远一点吗？别碰到我老公的保时捷了。他款款起身，挽着昔日霸凌我的学生会长的手臂，语气轻缓，但字字诛心。算了，老婆，区区一辆就卡宴而已，也不是什么贵重的车。会长把钥匙扔在我面前的地上，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像狗一样跪着叼起来，摸摸吧，估计你这辈子就这一次摸好东西的机会，算我赏你的。我拿起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门口那辆保时捷给我砸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大学毕业这10年，我从没参加过一次同学聚会，原因很多。毕业后自主创业格外繁忙，但更本质的还是那些好同学觉得以我的身份没资格和他们一起同桌吃饭，所以每次收到邀请，想起那些人看我的眼神，我就浑身不舒服。那时的我就是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连学费都是靠助学贷款和在学校超市打零工一点点挣来的。乡巴佬、土包子、脏东西这样的词从大一开始就没断过，以至于对于我的大学同学和大学生活回忆起也没有任何的美好滤镜。所以大学班长发来聚会消息，地点是我公司旗下的金源饭店时，我也不愿意去看，直到他提起许瑶回国了，他这次也会来。我想每个男人的青春里总会遇到那么一个让你魂牵梦萦的女孩，对我而言，那个人就是许瑶。在那段黑暗且沮丧的时光里，许瑶是我唯一的光亮，只有她不会对我抱有莫名的恶意，会对满身伤痕的我伸出双手。我会参加，回忆起她当年对我的笑容，还有转身时飘散的发香。我鬼使神差地回了这么一句，我让助理推掉了所有行程，提前1个月定制了新的西装，从领带到皮鞋全是精挑细选搭配好的，甚至当天还专门去了店里做造型。车子我开了库里面最便宜的一辆奥迪，不张扬，路上脑子里全是许瑶的影子。几次等红灯时，我都忍不住想起他当年递给我橙汁时指尖的温度。现在的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站在他面前了，把我那些年无法宣之于口的喜欢告诉他。徐静，这么早就到了啊，真是好久不见了。刚走到餐厅包厢门口，就听到了这道假惺惺的声音。班长季明正靠在门框上等我，他是班主任精挑细选出的得力助手，天天笑眯眯的，似乎与所有人亲近，背地里却是个出卖同学的两面派。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大2那年，他跟老师举报了同学找人代课，大课早退的事情之后，把告密的事情污蔑到了我身上，导致我被所有同学辱骂、指责，甚至殴打。而他全身而退，站在围攻我的同学身后，冲我露出一个无辜的微笑。老同学，这些年你真是一点没变啊。他大步走过来，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这些年他发福的厉害，西装都快绷不住了，戴着复古圆框眼镜，愣是把自己打扮成了副企业高管的派头。这地方不错吧？我托了好几层关系才定到位置，我后退半步避开他的示好，
淡淡的点头，语气疏离。好久不见。季明也不尴尬，收回手臂笑道：这些年都没听说过你的消息，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刚要回答，身后就响起一声冷笑。这间嗓我再熟悉不过了，是方林的声音。他还能干什么啊？给人打工，挣点窝囊钱呗。这种高端酒店的工作，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胜任的。他意有所指地看着我，像他这种底层出身的人，还是适合做外卖快递什么的，别糟践人家酒店了。他穿着件香奶奶的套装，踩着细高跟，一副时尚博主的打扮，但看我的眼神还是充满了10年前的轻蔑。可以说，方林是大学时最厌恶我的人之一，仅仅因为他当初舔狗似的追了我1个月，被我拒绝后认为我不识好歹，便天天在背后诋毁我。季明尴尬地打着圆场，看向我的眼神也少了几分热络。给人打工也挺好，大家不都是这样吗？徐进，方林打断他的话，你这一身行头看着还挺人模狗样啊，应该花了不少钱吧？不是我说你，我们都多少年的老同学了，你还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装逼何必呢？你这样打肿脸充胖子有什么用？有些东西你生来没有，就是死了也不会有的。你看人家孟远孟总，一毕业就接手了家里的公司，人家那才叫人生巅峰。所以说，像你这种人，有些东西生下来就注定配不上，也强求不来。你说是不是？孟总，低沉的男声从我身后传来。方林眼睛跟着亮了起来。方林，你再这么夸我，我都要不好意思了。下意识的，我浑身一僵，慢慢转过身，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穿着香槟色长裙的许瑶，以及搂着她腰的男人孟远。我大学时期最大的噩梦。我上的大学是个普通2本，但偏偏有些富二代非要把这里当成他们的私人游乐场，而这其中最嚣张的就是孟远。大一那年，我和孟远虽然是同一个班，但没什么交集，也不熟。他是学生会长，每天被一帮学生会的跟班簇拥着在学校里四处巡游，偶尔见我时嘲讽2句，最多心情不好时辱骂2句。不过这些话我听得多了，也不愿意跟他计较。真正的噩梦是从大2开始的。那年我写了份创业计划书，准备参加学校的创业大赛。孟远不知从哪听说我的创业计划书是抄袭他的，其实是季明偷偷告密污蔑我。从那以后，但凡我参加什么项目路演，投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爽约，就连系里的同学也不敢跟我组队，生怕得罪了孟大少。讽刺的是，我喜欢上许瑶，也是拜他所赐。那天答辩完，孟远带人堵在实验楼后面，把我暴打了一顿，而许瑶是那天唯一一个停下脚步阻止了他，并且把我扶起来的人。可现在，我当年的白月光却挽着这个魔鬼的手臂。孟总，我这不是在陈述事实吗？方林一改在我面前趾高气昂的样子，满脸讨好的笑着走到孟远身边，挽住了许瑶的另一只胳膊。瑶瑶，你这香槟裙也太适合你了，跟孟总特别般配。订婚的好消息，别忘了第一个通知我啊。许瑶微笑着，脸上的妆容精致的仿佛一个精心设计的面具。她比大学时更有气质，更明艳动人。怎么会忘记你呢？到时候给你最好的位置。她轻轻捏了捏方林的脸，然后跟着孟远走到我面前。徐进，好久不见。许瑶浅笑着和我打招呼，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孟远故意打量了我一番，嘴角带着讥讽：哟，这不是乡巴佬徐进吗？
真是稀客啊！怎么，终于从你那山沟里爬出来了？这西装不错啊，地摊上淘的吧？看来这些年你的品味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他停顿了下，把那个好字故意念得很重。10年过去，他还是那副高高在上的德行，和大学时一模一样。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期，那个被他处处针对的日子。我确实摆过地摊，发过传单，什么活都接，就是为了凑学费。孟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了我，第二天他把这些事情添油加醋地传遍了整个学院。他说我摆摊卖假货，卖破烂，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但现在的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负的穷学生了。我自食其力，让自己努力能够活下去，并不是值得丢人的事情。我正视着孟远，语气平静。你对这种货这么了解，看来最近家里生意不太好，开始研究批发市场了。孟远脸色一沉，他挽起袖子准备对我动手。许瑶赶紧拦住他，他看着我，身上浓郁的香水味直往我鼻子里钻，再也不是当年淡淡的茉莉香。徐静，阿远不是那个意思。许瑶的声音还是和当年一样好听，但说出来的话却让我微微皱眉。你要是生活困难，可以和我们说，阿远可以帮你介绍工作的。阿远，许瑶，我记得你大学时不是这样说的，你明明和我说，你最瞧不起那些仗着家里有钱就为所欲为的人，现在怎么改口了？我的话一出口，在场的气氛瞬间凝固。孟远皱着眉头看他，倒是方林眼底泛着看好戏的笑意。为所欲为，瑶瑶，你当时是这么评价我的？许瑶赶紧搂住孟远的胳膊，把自己的身体紧紧贴着他，歪着脑袋，撅起嘴撒娇道：那时不懂事吗？看到你身边莺莺燕燕的，人家心里难过，就随便说说的。我要是不用小手段，你怎么可能注意到我？人家电视剧不都是这样的，觉得这个女生单纯善良才喜欢。她说话时语调清甜，跟大学里朗诵诗歌的清冷嗓音判若两人。说话间冲我眨眨眼，仿佛是让我赶紧跳过这个话题。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接收到他眼神后，我没有继续追问。孟远倒是很吃这一套，得意地在他额头亲了一下，再看向我时，眼里尽是挑衅和轻蔑。我说：徐静，你怎么突然提这件事呢？如果我没记错，当年是不是有谣言说过你暗恋瑶瑶来着？什么谣言啊？他喜欢瑶瑶是事实。方林迫不及待地插话，我记得可清楚了，当时徐静看瑶瑶的眼神简直恶心死了。我们系当时谁不知道，一个穷鬼也敢肖想校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没错，大三那年，我的私人博客被人翻了出来，博客里零星的几条文字，隐晦地表达着我喜欢同专业的一个女生。在全班女生相互用徐静喜欢你的调侃为耻辱恶心对方时，方林猜出来了，我喜欢的人是许瑶。我原以为许瑶会和其他人一样，对我的喜欢觉得恶心，可我没想到，但他却很认真地把我约出来，拒绝了我。他说他很感谢我的喜欢，但他喜欢的是有事业心上进的男生。就这一句话，成了我之后漫长岁月里的动力。无数个创业途中想要放弃的夜晚，都是靠着这句话在支撑。那时候我就想说了。孟远搂着许瑶，靠近我几步，眼神戏谑。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连最基本的消费都要打工凑，也配喜欢瑶瑶？你说你今天来，该不会还是为了瑶瑶吧？他突然凑近我，压低声音：你不会到现在还在做这种白日梦吧？
孟总。季明眼疾手快地挡在中间，讪笑着打断剑拔弩张的氛围。时间不早了，咱们进去吧，同学们都到了。趁许瑶去洗手间的功夫，我跟了出去，然后在吸烟区堵住了他。徐进，你有事吗？许瑶皱着眉头，后退几步和我拉开距离，眼神防备，仿佛在担心我会做出什么伤害他的举动。看他这副样子，我心底的幻想像是被打碎了一个缺口。我和他隔着几步距离，看着他平静开口：没事，我就想问问你，怎么和孟远在一起了？他明明知道孟远是什么货色，也知道他曾经如何对待我。你说过最讨厌他这种。许瑶抬起眼，目光依然温柔，却带着明显的疏离。徐进，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人总是会变的。阿远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冲动的男孩了。他微微一笑，声音轻柔得体。而且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可是，徐进，他轻轻打断我的话，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也该向前看了。说完，他转身离开，香水味还是一如既往的刺鼻。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优雅的背影消失在拐角，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踩碎了我最后的念想。外面的夜色正浓，包厢里却传来一阵刺耳的哄笑，其中最响亮的是方林那尖锐的嗓音。不会吧，徐进还真敢问你这种话，笑死个人。他不会真以为你喜欢他吧？这土鳖是不是做梦做傻了？还真当自己能从山沟里爬出来？我站在门口，手指不自觉地用力攥紧。包厢里又传来许瑶慵懒的笑声。谁知道呢？我身边从来不缺这种自作多情的人。他大概还活在大学时期吧。也是，这么多年了，除了换身像样点的衣服，好像什么都没变。不过我也没当回事，还是我们家阿远最好，最厉害了。他之前还和金源的经理吃过饭呢。徐进，那种乡下来的脏东西，你们谁想要送你们了？瑶瑶，那你还在外面和他解释那么久？孟远的声音带着一丝醋意。你吃醋了？许瑶撒娇道。人家只是觉得，好歹是同学一场，给他留点面子嘛。再说了，我站在门口，手指不自觉地用力攥紧，仿佛回到了几年前。一群人你一句我一句，笑声刺耳的像是在嘲笑一个跳梁小丑。我冷笑着，并不是在笑自己，而是在笑里面这些人。10年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丝毫长进，还是一如既往的幼稚、恶心，像是一群在阴暗角落耀武扬威的老鼠。我推门而入的瞬间，包厢里鸦雀无声。到底是所谓的成功人士，还是知道说坏话要背着当事人，顶着他们各异的眼神？我面无表情地走到座位上，果然，季明这个人精把我安排在了许瑶和孟远的对面。刚坐下，原本挨着我的2个同学就默契地把椅子挪开了，那副嫌弃的样子，仿佛我身上带着什么脏东西似的。方林第一个打破沉默：哎，你们闻到什么味道没有？好像是那种垃圾的味道。季明笑眯眯地接话。方林一拍大腿，嬉笑着，眼神若有似无地打量在我身上。对对对，就是垃圾的味道。也不知道这么高档的餐厅怎么会有垃圾的臭味啊。我给自己倒了杯茶，头都懒得抬。你要想说是我，直说就是，何必东扯西扯的？大学毕业都这么久了，方林，你怎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只会玩这些幼稚的小把戏呢？我忍不住轻笑一声。方林涨红了脸瞪着我。徐静你，好了好了，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事了。阿林，
听说你今天面试了。许瑶打断了方林的话，她靠在孟远怀里，被他一下下顺着头发，像只娇气的波斯猫。方林瞪了我一眼，倒是没敢反驳许瑶的话，只能勉强挤出个假笑回答他。我今天去了金源集团面试，就是咱们这家饭店的总集团，感觉怎么样啊？还行，就是竞争有点激烈。方林眼珠一转，又看向孟远，孟总，你跟他们老板熟吧？帮我说句话呗。他冲孟远抛了个媚眼，后者漫不经心的点头，小事一桩。老同学还这么客气，没想到孟总人脉这么广。要不是因为我家给金源供货，认识这的后勤经理，费了好大劲才订到的这包间。他们说这顶层一般都是金源总裁用来招待大客户的，一般不对外开放。早知道你这关系，我就不费这么大劲了。孟总张张嘴，不就随便办到了？季明立刻跟着恭维，其他同学也见风使舵的开口。是啊，孟总，都是老同学。既然你和金源总裁这么熟，帮我问问还有没有岗位能进的。这金源可是出了名的难进，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那当然了，人家那是什么级别的大公司。闻言，我喝茶的手一顿，心里有些讶异。原因无他，因为我就是金源集团的总裁，这家饭店也是我旗下的产业。不过后面业务扩展的太多，酒店这边我就不经常过来了。我怎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和孟远关系这么好了？还是没忍住，我开口质疑：孟远，你认识金源的老板？孟远皱眉，但不等他开口，方林就跳了起来。怎么，周总不认识，还能是你认识啊？人家可是近几年势头最猛的上市公司，人家成功人士之间朋友圈都很广的。不过我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我看你连金源大楼的门在哪都不知道吧？别说这些了，你这辈子都接触不到那个层次。他夹起桌上的菜，冲我扬扬筷子。你啊，能借着我们的光在这里吃顿饭，估计这辈子也就一次。方林得意洋洋，仿佛自己不是要进这些公司上班，而是去当领导的。只是可惜了，有我在，方林这辈子都进不去。我抿了口茶，眼神淡漠。你要是能进金源，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我的话像一颗炸弹，把整个包厢的温度都降到了冰点。所有人把目光投在我身上，一时间的寂静过后，是方林爆发出的夸张的嘲笑声。他整个人都笑得趴在桌子直不起腰，没有形象地捶打着桌子，末了还擦了擦自己眼角笑出的泪水。不是，徐进，你是不是穷疯了，精神失常了，还跳楼？你以为你是谁啊？有人在乎你的死活吗？别太搞笑了你。要不是瑶瑶马上结婚了，大家想聚起来看看你的笑话，不然你以为我们能想起你？其他同学闻言都笑出了声，纷纷附和。是啊，我们还打赌来着，看你现在到底有多落魄。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季明非要把我叫来这顿饭，原来是这样。我将目光投向季明，他没有丝毫愧疚的神情，反而朝我耸耸肩，好像自己才是那个被无辜牵连的可怜人。各位老同学的要求真是不好意思啊，徐进，我也不想的，但大家都是同学，照顾同学感受嘛，讲点义气。我看着他虚伪的笑容，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击。如果熟悉我的下属在场，就知道我的耐心已经在此刻完全耗尽了。义气，季明，你说这个词不觉得可笑吗？你要是讲义气，当年就不会把我的企划书偷偷给孟远告状了，推我出去背锅。这么多年了，你这张嘴
水平倒是一点没退步。季明脸色一变，但这些年来他伪装的人设还是让他强装镇定，不能冲我破口大骂，他只能没用地用能杀死人的目光盯着我。这时候，服务员推门进来，手推车上摆满了精致的菜品，光看卖相就知道不便宜。季明赶紧转移话题：“来，多亏了孟总，不然这家店都订不到位子。”“客气什么？”孟远摆摆手：“今天这顿我请客，大家都别客气。”一时间，饭桌上又响起层出不穷的恭维声。而孟远看向我，他目光轻蔑，仰着下巴敛起笑意，语气里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尤其是你，徐进，多吃点，毕竟这种档次的餐厅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了。”“是啊，徐进，孟总赏你的饭，还不感恩戴德。”方林赶紧附和，冲孟远眨了眨眼，要不是个瞎子，都能看得出方林对孟远的心思。而孟远虽没回应，但似乎也不反感。我尝了一口，入口即化，确实是正宗的和牛，只是这道菜的火候还差了点，看来今天主厨状态不太好，改天得提醒他注意一下。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你们平时不怎么来这种地方吧？这里的招牌是一道叫醉鲜鱼的汤，要提前3天预定，鱼骨全都打成粉熬出来的，一锅要炖足8个小时。你这点的菜都不是金源的特色啊！”我抬头看向孟远，身旁的同学听得目瞪口呆，下意识问我：“你怎么知道的？平时吃太多了。”孟远嗤笑：“徐进，你不会还想说自己是这的老板吧？金源的周总我可是见过的。”“那倒不是，周总，饭店管理层只有一个姓周的，看来是姓周的人事部长。”“行了，徐进，你就别装有钱人了，看着挺可怜的。我不会看上你的，你就死心吧。”许瑶叹了口气，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怜悯一条流浪狗。或许是我以前对他的爱慕太明显了，才让他到现在都这样自信。可现在多看他一眼，我都觉得恶心至极。而这时，许瑶的手机响了。“喂，对，是我老公的车。”许瑶的表情越来越精彩，挂掉电话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徐进，阿远车旁边停的自行车是你的吧？保安说影响饭店形象，让你赶紧骑走，要不让阿远陪你下去，你可别不小心刮到了。就算我们是老同学也不太好，他那辆车可不便宜。”孟远冷哼一声，搂着许瑶安慰道：“算了，老婆，一辆就卡宴而已，也不是什么贵重的车。”他冲我扬了扬下巴：“要不这样，徐进，你给我磕3个响头，叫声爸爸，我就既往不咎。”包厢里响起一阵讪笑，我静静盯着桌面，手指停下了敲击的节奏。见我不领情，孟远的笑意僵在脸上，他把车钥匙往我面前的地上一扔：“哎呦，手滑了，只能麻烦你跪下像狗一样帮我叼起来了。你叼起来，随便你那破自行车怎么划我车都行。”他这副羞辱人的嘴脸跟大学时如出一辙。我掏出手机，直接拨通了助理的号码，就是外面那辆保时捷卡宴给我砸了，后果我负责。这些年打拼，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扬眉吐气吗？助理虽然疑惑，但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多年的默契让他立刻答应下来。我拿起那把车钥匙，对着孟远假笑：“走吧，孟总，和我一起下去看看你的宝贝车。”我电话是坐在饭桌前打的，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方林第一个炸毛：“徐静，你疯了吧？砸车，你特么赔得起吗？”“就是，别再打肿脸充胖子了，有话好说，何必发这种疯？大家都是同学一场，
我知道这帮人把我当成跳梁小丑，以为我在虚张声势，我就是个小丑。我说的话只是为了给自己找回面子，而孟远很显然不会给我这个面子。他整理了一下西装，搂着许瑶的腰站起来，一脸不屑：“走就走，我倒要看看你玩这种下三滥的把戏能玩出什么花样。”徐进，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冷冷地从上到下扫了他一通，真是抱歉，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看起来太像个卖的。没有管许瑶什么脸色，我大步流星地往外走，而除了孟远等人，所有同学都跟着出来了。这帮人都等着看我丢人的好戏呢，毕竟这是他们这次赴约的最终目的，只是要让他们失望了。到了饭店门口，我助理还没到，孟远叼着烟靠在立柱上：“怎么，你的人呢？让我们跟你下来吹风的？这逼你装不起就别装，我看你还是……”话没说完，4辆黑色商务车无声无息地停在了门口，车门打开，10几个西装墨镜的壮汉拎着锤头走了下来，二话不说，对着那辆保时捷就是一顿猛砸，砰！清脆的碎裂声响彻夜空。而我的助理在最后快步走到我身边：“徐总，已经按您说的办了，马上就砸烂。”徐总，方林一脸惊愕，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什么徐总？你算什么老总？”不等他说完，饭店保安和大堂经理已经匆匆跑了过来，90度鞠躬：“徐总好。”我轻轻抬手，助理立刻掏出雪茄，大堂经理凑过来点火，揉了揉太阳穴。我看向方林：“记得刚才的话吗？你要能进我的公司，我现在就跳下去。”方林脸色惨白，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孟远这时才回过神来，冲向自己的车子：“住手！你们他妈给我住手！老子花了100多万，你们敢！”眼看叫喊没用，他竟然冲上去想拦那些打手。我嗤笑一声，冲助理使个眼色：“出了事算在我们头上。”打手们闻言，手上更不客气，一记肘击。孟远捂着肚子跪在地上，铁锤落下的声音混着他的惨叫，倒是十分悦耳。不能这样！许瑶慌忙去扶孟远。阿远可是孟氏的，我打断他的话。孟氏冷笑一声：“你确定他现在还能继承那个烂摊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孟氏上个月的贷款又被银行拒了，再过几天，怕是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许瑶像是被雷劈中，松开抓着我衣角的手，一个踉跄：“这不可能！”我欣赏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从大学起就想傍大款，没想到找了个即将破产的主。放屁！我们家怎么可能破产？孟远还在死鸭子嘴硬。淼淼，别信他！我掏出手机，直接拨通了孟府的电话，铃声响了2下就被接起，对方谄媚的声音传来：“徐总，您考虑的怎么样？我们孟氏的合作方案。”挂断电话，我看向已经瘫在地上的孟远：“你不是牛吗？不是瞧不起我吗？怎么现在连你爹都要来给我打工了？”季明搓着手凑过来：“徐总，早知道您这么有本事，我们也不能。”我摆摆手：“闭嘴！以后你家不用给金源供货了，跟后勤那个姓张的一起滚蛋。”这家伙脸色一白，立马噤声。看着眼前这群曾经趾高气扬的人，我心里没有半点快意，也就这点出息了。我掸了掸烟灰，冷眼看着他们，一个个都是软骨头。方林缩在墙角发抖，许瑶目光呆滞，孟远躺在地上哀嚎。我望着他们摇摇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一辆奔驰轿车火急火燎地停在饭店门口，
孟父连拖鞋都没换就跑了出来，他抱着个文件夹，满头大汗地冲我点头哈腰。徐总，他话没说完，就看见了躺在地上的儿子。你这是？爸，是徐进，是他让人打我，你要给我做主啊！孟远嘶哑着嗓子喊道，眼里满是怨毒。孟父却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混账东西，我就知道是你又惹事。徐总这样的人物，你也敢得罪？我早说过让你放下少爷脾气，你是越活越回去了。他满脸堆笑地转向我，徐总，犬子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企业重组的方案，您看。我接过文件，问也不问就递给助理，慢慢走到孟远面前，他身上还在渗血。我深吸口气，把烟头摁在他手背上。孟福眼皮直跳，却一声不敢吭。孟远的惨叫声在深夜格外凄厉，这种感觉和当年他把我关在图书馆地下室时一模一样。听说孟总还有个小儿子？我漫不经心地问。孟远浑身一僵，猛抬头瞪我。徐进，你敢？是有个二儿子。孟府擦着汗，是他继母带来的。众所周知，这个二儿子比孟远更有商业头脑，要不是私生子身份，早就能成企业重任了。看来孟氏需要新鲜血液了。我意味深长地笑笑，大少爷这样不思进取，只会拖累公司啊。孟父神色复杂地看了眼儿子，最后重重点头。我知道他心有不甘，但又如何？商场如战场，适者生存，这可是孟远教会我的第一课。孟总放心，我拍拍他肩膀，只要愿意配合，我不会让孟氏倒闭的。他如释重负，连声道谢，临走前看都不看孟远一眼。我蹲下身，扳过孟远的脸，还记得你刚刚和我说什么？跪下叫声爷爷，像狗一样叼过来，就放过我。我把手里的雪茄丢到几米外的地上，冲他扬扬下巴。今天我也给你这个机会。孟远咬牙切齿，你做梦行。我站起来，那就躺着吧，每起来一次挨一次打，直到学会做人为止。我转身要走，身后传来他颤抖的声音，等，爷爷，我叼过来了，你看。听着这话，我浑身微微颤抖，不是害怕，是激动。10年了，我终于把这口气出了。我挥手示意打手们离开，瑶瑶，扶我起来。他声音嘶哑地喊着，可曾经对他嘘寒问暖的许瑶，此刻却像没听见一样。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踩着细高跟一步步走来。徐进，他抓着香槟色的裙摆，楚楚可怜地看着我。要不是刚才还听见他在包厢里冷嘲热讽，我差点就信了他这双会说谎的眼睛。当年你拼命创业，是不是为了我？他咬着嘴唇，为了证明给我看。这话我做梦都想听，可现在听来只觉得可笑。你觉得你算什么东西？我冷笑，也配让我惦记这么多年。换做别的女人，这会儿早就无地自容了，但许瑶不一样，她反而靠得更近。我知道你心里有我，从大学到现在，你一直喜欢我。他眼里泛着水光，不然你不会记得这么多年。徐进，现在的你足够优秀了，我们不要再错过彼此了，好不好？是啊，他太了解我了，了解到知道我的所有软肋，但他错了一点，他想要的从来不是徐进，而是金源集团的总裁。恶心！我从他身边擦肩而过，只留下这2个字。座驾缓缓启动，后视镜里，一群人站在饭店门口，像极了被抛弃的可怜虫。我让司机停在季明面前，告诉孟远，这顿饭我请了，这家饭店是我的，让服务员好好照顾他。
最后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孟远，他像条丧家犬，眼里的光彩全无。半年后，我特意打听了孟远的消息，果然他被孟家彻底放弃了。他那个弟弟接手后，立刻开始了企业改革，短短几个月就让濒死的孟氏起死回生。听说孟远现在在个小公司做销售，每天为了业绩跑断腿，总算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活不易。倒是许瑶的结局更可笑，被孟远甩了后，他又想傍上另一个富商，结果被人当成玩物，最后在饭店里和那富商的原配打了起来，直接上了本地新闻。再见到他是在城里最大的酒店，我作为获奖企业代表出席年度商业颁奖典礼，他挽着个谢顶的中年男人，打扮得光鲜亮丽，但那眼神却像条见到骨头的狗。徐总，他还想跟我打招呼，我转身离开，看都懒得看他一眼。靖哥，一道温柔的声音传来，回头望去，李月穿着靛青色的长裙向我款款走来。她是去年在创投大会上认识的创业者，现在是我的女朋友。想什么呢？她把香槟递给我，我搂住她的腰，看着不远处满脸谄媚的许瑶，突然笑了。在想啊，以前总觉得月亮最漂亮，现在才知道还是脚踏实地的人最真实。你呀，又说些有的没的。他撒娇地捶了下我的肩膀，这一刻我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曾经那个跪舔富二代的女人，终究成了人生路上的一滩烂泥，而我早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星光，这大概就是最好的报复吧。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你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吗？现在我站在你永远攀爬不到的顶峰，看着你在泥潭里挣扎，这就是命。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